就在外界翘首以盼 DeepSeek V4 大模型发布之际， DeepSeek 团队却在前几天放出重磅技术成果。大家先看这张图，这是 DeepSeek 团队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发布的顶会级重磅论文 DeepPass 里面直接甩出来的一组真实物理探针数据。在目前最主流的大模型推理系统里，负责阅读你长篇大论的提示词的前台节点，它用来连接外部存储的网卡带宽，已经被彻底的干到了100%的满载，红灯狂闪，数据根本拉不过来。但你猜怎么着？就在同一台机器里，它那颗价值好几万美金，代表着人类硅基文明最高结晶的 GPU 计算核心，利用率只有可怜的40%，40%啊，朋友们，这意味着你花天价买回来的算力，有60%的时间是在睡大觉的，是在原地发呆的。而更荒谬的是，旁边负责逐字生成回答的解码节点，它的 GPU 倒是跑满了80%，但它那块极其昂贵的高速存储网卡，利用率竟然是0。一边是堵死，一边是悬死，这就是2026年 AI 基础设施最真实的现状，也是制约所有 AI 公司活下去的致命绝症。但DeepSeek抛出这篇论文可不是为了抱怨的，他们在这篇论文里一行底层的显卡物理硬件代码都没改，硬生生靠着一套叫 DeepPass 的变态级暗道调度系统，把整个大模型在线推理的吞吐量直接拉高到了 1.96 倍。1.96 倍是什么概念呢？几乎是翻倍了，相当于没花1分钱，凭空白嫖了将近1万张顶级显卡。这早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学术修补了，这是一场价值几亿美金的资本拯救行动。那今天这期视频，我就用最通俗的语言带你看懂 DeepSeek 的这项新技术。看懂了这期视频，你就会明白，在 AI 算力方面，用极致的抠门统筹学和系统工程，也可以达到大力出奇迹的效果。我们先来算一笔极其血腥的财务账，看看这60%的算力空转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对万卡机型没有概念，觉得那不过是个机房。你想想看，在现在的市场定价下，要组建一个拥有1万张英伟达 H100 的超算机型，你以为只要买1万张卡就行了吗？那当然不止，你必须采购高度集成的8卡服务器节点，配上顶级的双路 CPU， 海量的 DDR5 内存。一台这样的服务器造价就要35万美金，1万张卡就是1250台服务器，光这笔钱就是4.3亿美金。这还不算完，1万张卡要相互的通信，你得拉满400GB 的高速网络，完成成百上千个交换机和光模块，这又得砸进几千万美金。好，就算你财大气粗，凑齐了将近5亿美金的初始采购费，也就是所谓的 CapEx， 这机器一开机，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1万张满载的 H100 加上配套的设备，整体的功耗直接飙到15兆瓦以上。15兆瓦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的用电量。算上散热、空调、场地租金、顶级运维工程师的工资，还有极其夸张的硬件折旧，这个万卡机型只要通着电，每天的运营成本，也就是 OPEX， 保守估计就要烧掉100万美金。每天100万美金啊，计费表赚得比印钞机还快。结果呢，因为我们刚才看的那张图，因为数据堵在网卡上进不来，你这2天烧掉的100万美金里，有整整60万美金是直接扔进水里，连个响都听不到的。这就好比你是一个超级物流公司的老板，花重金组建了一支数百辆特斯拉赛美电动卡车队伍跑运输，这些赛美电动卡车都是很牛的。结果你发现，一路上
所有能给3枚电动卡车充电的充电桩数量极少，而且调度还极其混乱，导致你这支运输车队每天有60%的时间只能死死的排队等候充电，货没拉多少，你的资金就快已经烧光了。这就叫存储带宽强。你以为你买的是算力，其实你花天价买来的是极其昂贵的等待时间。那肯定有懂行的朋友会问了，以前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怎么没听说这么严重的排队问题呢？为什么偏偏到了2026年，到了大模型全面进化成 Agent 智能体的时候，这个存储强突然就变成了捷症了呢？这就要说到 AI 进化带来的一个极其变态的业务场景了。以前我们玩 ChatGPT 那是单轮对话，你问一句它答一句，这种情况下大模型在脑子里，也就是在 GPU 那点极其有限的 HBM 显存里，临时开辟一块小黑板，把你刚才问的问题存下来。这块小黑板上的数据在专业上就叫 KV Cache， 也叫键值缓存。等你这个问题聊完了， AI 马上就把小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把宝贵的显存空间让给下一个用户。这时候 GPU 的算力是被完全拉满的，它算得飞快，根本不需要等数据。但是现在的 AI 早就不是那种一问一答的聊天机器人了，现在全网都在搞自动化智能体，比如最近很火的 OpenClaw， 或者能自己去扒数据写财报的金融 Agent。 这种智能体干活可不是一句话就能搞定的，它需要在一个沙盒的环境里不停的试错，不停的执行命令。这个希克团队在这篇论文里直接给出了他们在真实生产环境里抓取到的恐怖数据。一个典型的代码智能体为了修一个 bug， 平均需要和环境交互多少轮呢？157轮。在这场157轮的马拉松里，智能体平均会积累下高达32700个 token 的超长上下文。但是请注意这个极其反直觉的数据，在这长达3万多 token 的历史背景下，智能体在每一轮真正新思考、新写出来的代码，平均只有区区的429个 token。 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滑稽的数学事实，在智能体干活的时候，它对历史记忆，也就是 KV Cache 的命中率高达 98.7%， 98.7% 的时间它都是在疯狂的读取旧数据。为了让你一秒懂这个原理有多崩溃，我们来想象一个极其接地气的场景。现在的 AI 智能体就像是个算力无敌但没有长期记忆的实习生张三，每次为了修一个 bug， 他都得跑到地下室，把厚达3万多字的历史账本死命的搬到那个狭小的办公桌上，也就是 GPU 的显存上，看一眼，写下七几百字的新代码，然后把账本搬回去。下一轮报错，他又要跑去把加上新报错的更厚的账本再搬一次。为了修一个 bug， 他来来回回搬了157次。最后张三那个超级大脑 99% 的时间都在发呆，因为体力全耗在了狭窄的楼梯，也就是网卡带宽上搬砖了。这就是带宽被彻底撑爆的真相。现在我们把目光从地下室拉回到真实的万卡机房，为了解决张三搬账本搬到吐血的问题，现在的 AI 大厂们是怎么干的呢？他们搞了一套叫前台与后厨分离，也就是专业上说的 Prefill 和 Decode 分离架构。这套架构听起来很聪明，分工极其明确。前台节点专门负责那个苦逼的张三，去硬盘里拉起那几万页的旧账本，读完了把整理好的上下文递给后厨节点。后厨节点呢，就是那个打字员，只负责记这些上下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新代码。结果呢，灾难发生了。
大家这就明白了吧？这套看似聪明的分工，正是导致开图那张图里前台网卡堵死，后厨网卡结蜘蛛网的罪魁祸首。在分布式的系统设计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的死罪。这时候 DeepSeek 的团队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前台的网卡撑爆了，后厨的网卡闲着，那为什么不把这100%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呢？于是 Dual Patch， 也就是双路径加载架构横空出世。DeepSeek 的做法极其鸡贼，也极其聪明，他们直接给后厨节点下了一道死命令：你那块网卡闲着也是闲着，你现在立刻去外部的存储仓库，帮前台把那些沉重的历史账本拉回来。拉回来之后怎么办呢？ DeepSeek 在机型内部挖了一条暗道，这条暗道就是计算节点之间急速的 RDMA 网络。后厨把账本拉到自己这里，然后顺手一记乾坤大挪移，通过这条内部的急速通道瞬间塞给了前台。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流量重定向，瞬间把整个万卡集群的 I/O 吞吐能力完美均摊，前台再也不堵了， GPU 瞬间满血复活，算力被彻底的榨干。听到这儿，可能有懂行的朋友或者大厂的架构师要问了，既然这招这么好用， Google、OpenAI 里面有那么多的顶级天才， Meta 的扎克伯格砸了那么多的钱，他们以前怎么想不到呢？难道是硅谷的工程师脑子转不过弯吗？朋友们，这根本不是想不到想得到的问题，这是底层算法代差带来的物理死锁。你想想看，那些基于传统的 MHA 或 GQA 架构的常规大模型，它们产生的历史账本有多大呢？大到让你绝望。随便一个长上下文任务， KV Cache 的体积就能膨胀到几个 TB。 几个 TB 的数据啊！如果 Meta 敢用后厨去拉这几个 TB 的数据，然后再通过内部网络传输给前台，那根本就不叫帮忙，那叫直接用泥石流把整个机房的网络给冲垮。物理链路根本承受不起这么庞大且未经压缩的数据汪洋。那 DeepSeek 凭什么敢这么干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是 MLA 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DeepSeek 把原本不可移动的重达1000吨的 KV Cache 巨石，通过极其变态的低质联合压缩算法，强行压缩了整整57倍。57倍啊！原本需要几百 GB 才能存下的记忆，现在只需要10几 GB 就能塞进去。这就像是把石头变成了可以在管道里高速流动的液体。正是因为有了 MLA 把数据压缩到了极致，底层系统工程师才有了物理上的底气，敢以通过 Dual Patch 这条暗道进行跨节点的疯狂搬运。巨头们不是不想走暗道，而是他们背负的数据包袱实在是太重了，连暗道的门都挤不进去。好，现在数据能走暗道了，但这绝不是你想借到就能借到的。稍微等点底层网络的极客马上会反应过来，抛出一个致命风险的拷问：那条内部的 RDMA 网络可是模型同步计算的生命线呢？如果把搬运账本的重型泥头车开进救护车道，万一堵了0.几毫秒，导致几千万美金的算力死锁，卡顿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问得极其专业，这正是这篇论文里最大的亮点地方。为了防止搬运账本的泥头车冲垮救护车， DeepSeek 的网络工程师在最底层的网络交换层里硬生生地切出了虚拟车道，也就是 Virtual Lanes。 他们在硬件级别下达了极其悬殊的99:1的死命令。什么意思呢？整条高速公路 99% 的带宽权重被划为绝对不可侵犯的 VIP 救护车道，只准模型推理的核心计算流量走，而你后厨搬运 KV Cache 的流量，对不起，你只能在剩下的1%的
低优先级车道里，或者等救护车道完全空闲的时候，见缝插针的往前蹭。这就叫不仅借了你的道，还绝不给你添半点堵。在动辄几万个端口的交换网络里，在微秒级的声烟里走钢丝，确保哪怕泥头车堵死，救护车依然能全速的狂飙。这种精细到纳秒级别的流量隔离，简直是给高速运转的 V8 引擎做心脏搭桥手术。但是这群性能极客觉得这还不够，为了把延迟压榨到物理极限，他们做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他们不仅抛弃了业界奉为神明的高级工具，甚至直接抛弃了英伟达官方原生的 CUDA 驱动，转而去手搓底层的硬件寄存系。懂行的朋友肯定听过英伟达引以为傲的黑科技 GDS， 也就是 GPU Director Storage。 这玩意原本的作用是让外部硬盘的数据彻底绕过 CPU 这个中间商，直接顺着 PCIe 总线一股脑的灌进 GPU 的显存里。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但在 Agentic 智能体这种极端场景下， DeepSeek 的底层系统工程师敏锐地发现， GDS 简直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机房的定时炸弹。为什么呢？因为 GDS 是个纯粹的瞎子加莽夫，他根本感知不到 GPU 内部是不是正在进行极其紧急的模型张量并行计算。想象一下，城市的管理者为了图省事，允许外部送货的重型泥头车队，也就是 GDS 流量，直接开进戒备森严的中央计算仓库内部，在核心的过道上随意的倾倒货物。这群毫无组织纪律的重卡会瞬间堵死仓库内部负责传递最高紧急情报的特种通讯车。这直接导致整个大模型的推理引擎因为等不到上一个神经元的同步结果而陷入致命的卡顿。为了彻底根除这个隐患， DeepSeek 的极客们做出了一个看似历史倒退，实则极其精妙的决定。他们主动废掉了 GDS 的一镜到底，重新把宿主机的 CPU 内存当作跳板，并且把整个单机系统数据流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那张负责计算的网卡，也就是 CNAC。 从此以后，所有搬运 KV Cache 的动作都必须听从 CNAC 的计算请求， CNAC 就会像铁面无私的交警，瞬间无情的降速甚至暂停数据搬运，为核心计算力让出一条宽阔无阻的物理通道。但是夺回了控制权还不够，如果你用英伟达标准的 CUDA 异步拷贝接口去传数据，底层那个高度闭源的黑盒驱动站，每次调用都会产生5到7微秒的延迟。你可别小看这5微秒，在 DualPath 的设计里，为了配合 Transformer 逐层计算的节拍，庞大的 KV Cache 被切碎成了数以万计的纳米级层级块，专业术语叫 Layer Block， 像流水线一样疯狂的投喂给 GPU。 这5微秒的延迟一旦被循环放大1万次，就会像黑洞一样吞噬掉架构层面积攒下来的所有时间红利。为了消灭这5微秒， DeepSeek 的系统团队直接杀疯了。在标准的 RDMA 绕过操作系统的常规操作上， DeepSeek 把硬件微操压榨到了极限。他们搞出了一招巧妙的门铃批处理 Doorbell Batching。 CPU 就像一个极其冷酷的特种兵，它在主机的发送队列里悄无声息地排好了一长串复杂的数据搬运单，只有当攒够了最优数量，才精准地触发一次写入。啪的一声，一次性敲响硬件的门铃。就这一组极限微操，硬生生地把5到7微秒的提交延迟无情地碾压到了1微秒以下的物理极限。朋友们，这就是系统工程的极致浪漫。这就是为什么 DualPath 这篇论文能在真实的 Agentic 生产环境里，把离线推理吞吐量拔高 1.87 倍，把在线服务并发容量硬生生地拔高了
1.96倍的终极秘密。1.96倍啊，绝对不是一个实验室里的跑分指标，这简直就是一张价值10亿美金的免死金牌啊！咱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万卡激情，假设一家 AI 独角兽企业业务量突然爆发，并发请求翻倍，如果按照以前那种前台堵死、后台闲死的低效架构，老板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进行水平的扩展，也就是说，他得再掏钱，去市场上抢购9600张 H100 显卡，9600张显卡，配上1200台顶级服务器，加上300个机柜的网络设备，这比新增的 Capex 资本支出直接干碎4.3亿美金，折合人民币超过30个亿。而且这还没完，这多出来的9600张卡，在未来3年的生命周期里，每天的电费、场地费、维保费这种 OPEX 运营支出，还要再吃掉你6.3亿美金。现在 DeepSeek 用一行行直插硬件心脏的代码，没让你多买哪怕一根网线，就直接把这超过10亿美金的成本黑洞给彻底的填平了。在现在这种风险投资捂紧钱袋子的寒冬里，省下这笔巨资，足以让一家独角兽企业避免一次极其欺辱的流血融资。更残酷的现实是，就算你账上躺着几十亿美金，你买得到卡，你买得到电吗？在超算领域的真实商业博弈中，算力中心总监们面临的终极困境，往往是有钱也买不到电。扩容1万张卡，你需要额外寻找15兆瓦以上的稳定电力供应，特别是像美国一些区域的 PJM 电网 ，AI 算力大爆发早就把电网容量彻底的抽干了，容量价格暴涨了近10倍。如果你现在去申请一个15兆瓦的新变电站，你要面临长达2年甚至3年的漫长排队期。在 AI 模型几个月就迭代一次的白热化竞争里，等2年才通电，无异于商业自杀。而 DeepSeek 的 DualPath 架构本质上就是一座虚拟发电厂，它在不增加1000瓦时外部电力，不排放一丁点额外碳足迹的物理足迹里，可以实现产能的翻倍。那讲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下的中美 AI 路线之争，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讽刺，甚至让人拍案叫绝的历史分水岭。美国政府搞小验高墙，挥舞着制裁的大棒，掐断了顶级算力芯片的供应。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傲慢地以为，只要掐住高端英伟达 GPU 集群，中国的 AI 就会因为算力枯竭，被永远地锁死在上一代的技术水平。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种极端的计算稀缺，反而成了一座极其残酷的高压演化炉。硅谷的巨头们深陷在大力出奇迹的路径依赖里，一到内存强，一到 I/O 瓶颈，第一反应就是砸几百亿美金去买更贵的 Blackwell B200， 买更粗的光模块。而中国的工程师在重重的围堵之下，硬是逼出了一套极其变态的抠门统筹学。这种抠门统筹学最致命的战略价值，就在于它极大地降低了模型底层硬件的挑剔程度，赋予了国产芯片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就拿华为的升腾芯片来说，客观承认，受制于制程工艺等，它浮点算力和效率确实和英伟达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果原用这种暴力堆叠的路线，把几千上万亿参数的巨无霸模型强行塞进国产集群，那推理延迟和成本绝对是灾难性的。但是 DeepSeek 通过 MLA 算法的降维压缩， MOE 专家的精确制导，再加上今天咱们拆解的 DualPath 流量乾坤大挪移，也可以把极其复杂的推理负载逐渐平移到基于国产芯片的架构上。结果就是在国产算力底座上， DeepSeek 把输入 token 的定价疯狂地压缩到了惊人的每100万 token 只要1块钱人民币，也就是区区的 0.14美元。而在大洋彼岸，
那个完全依赖英伟达 GPU 暴力堆算力的西方旗舰大模型，跑同等任务的综合成本依然高达好几美元，这中间是几十倍的恐怖差价。朋友们，物理规律和经济学常识正在对盲目的算力崇拜进行无情的轻视。黄仁勋正在满世界的拼命推销他那些功耗上千瓦、价值几万美金的最新显卡，试图维系大力出奇迹的算力神话。而另一边，DeepSeek 正在用极致的抠门统筹学和系统工程，在算法底层给这些患上了 I/O 饥渴症的显卡极客们悄悄的解读。屏幕前的你觉得，中美 AI 的未来决胜点究竟是光刻机里的纳米精度，还是这种榨干每一滴算力的底层架构革命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咱们一起好好讨论一下。别忘了点赞订阅哦，咱们下期再见。